大家好，比特币交代的15000美金的支撑，短期又跌破，行情又开始无聊了。不然等下来分享简单的贪婪与恐慌指数买卖的方法，特别是2年之前都是利用这个方法，市场在恐慌的时候，我们才去做多。那现在比特币市场它在恐慌吗？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。上一个 YouTube 视频是有跟朋友们提到，我把比特币短期的支撑是修正到105000美金。如果比特币要维持强势的多头趋势，因为它在4个小时里面，前面这个盘整区间虽然是短期有跌破104000美金，但是在4个小时里面有2组多头吞噬，而且这边是形成了一个正 N 型的走势。那这个正 N 型的高点的位置，如果比特币要维持强势的趋势，价格可不能回到，也就是前面这个盘整区的高点，在105000美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超短线的支撑。就是朋友们如果在这个位置看到比特币短期要维持强势，它价格可不能回到105000美金。但是现在来看，比特币价格现在是又回到这个105000美金，所以不然观点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。你如果在这个位置低点，或者是要去猜比特币这个位置会不会稳住，很重要的一个防守止损，也就是102000美金附近。但是现在来看的话，比特币价格又回到105000美金。那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尽量做一个滑头啊，不要去管主力到底在这个位置，它是要直接拉还是要在这个位置继续盘，反正已经看到价格是又回到这个区间。那不然我的观点是，你新的资金尽量控制好自己的头寸，不然就维持之前2年之前买入的一些利润，给我持有为主。因为这个位置也判断不出来到底主力下跌到位了没有，或者是巴菲特的那个方法，当市场恐慌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是我们进场或者是抄底或者是 all in 比特币的位置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，简单来配合这一个比特币的恐慌与贪婪指数。我们可以观察周线，它在之前的 75K， 我们可以观察下方的这个恐慌与贪婪指数。如果恐慌与贪婪指数来到30，甚至来到20附近，那简单的买法，我们尽量在低点的位置去买入，有可能短期会有一些套牢的，或者是有可能短期会输钱，但是整个中线比特币最终也是上涨。以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前面包括 50K 左右，或者是这个 75K 交易群上面，同样也是利用这个方法，我们去判断当下的市场它是处在恐慌的时候，巴菲特的那个方法在比特币里面你去买入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用。所以 50K 左右也是鼓励朋友们反正去做多，也是有一大波的利润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2023年 25K 的低点，虽然是没有来到30，当时这几个位置恐慌与贪婪指数是接近38附近啊，以及比特币在2022年当时下跌到2万美金，或者是15000美金底部的区间，也是鼓励朋友们。我个人是判断这个位置有可能是底部。当时的恐慌与贪婪指数它是来到20或者是30的这个区间，全部都是市场在超卖的时候。那我们就要认真思考，多数人如果在看空的时候，那你可能就要做少数的10%的那一部分赢家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自涨到11万美金，其实恐慌与贪婪指数它是在60以上，甚至接近70-80啊。目前的话还是在60附近。不然中线我的观点是，你如果有新的资金还是要防比特币在这个位置，前面是不是一个左肩，目前会不会盘成一个右肩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或者是短期的支撑，也可以观察日线里面的这一个 Super Trend， 也就是超级趋势指标。目前的这个数值也是在接近前面这个盘整区间的低点10万美金。当然现在的 K 线感觉
好像有几次都是下降上方。那短期我们尽量观察比特币重心不要再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